酒吧里，我扯着太子爷的领带暧昧挑逗，所有人都等看我笑话，他却将我搂进怀里霸气强吻，假谦矜气得发疯，我却笑了。你视若珍宝的男人，现在是我的了，惹我，我要让你一无所有。我是乔家流落在外20年的真千金。20年前，养母为了让她女儿享福，在医院把我换走，从此我过上了水深火热的生活，而乔宁却顶替我的身份，受尽宠爱。这就是乔家刚找回来的那个真千金乔伊。什么真千金？听说她品行不端，在那种地方长大的，为了讨好养母一家，连养母的亲生儿子都勾引了。没想到啊，这赔钱货身材倒是不错。我们家养你20年了，今天就让哥好好享受一下吧。程耀祖，你这个畜生，放开我！你这个小贱人，看老子今天不弄死你！妈，救命啊！儿子，你怎么样？好疼！你这个贱人！吃我的住我的，让我儿子摸两把，怎么了？看见了吧，你不过是个养女，我可是亲儿子，我妈还能向着你。今天看我怎么收拾你！想占我便宜？好啊，那今天就让他去太平间，我去审讯室。从小因为是养母，我在家受尽欺辱，那时候我就明白。只有足够强大，才能不被践踏。快看，乔总和乔夫人带着乔宁出来了。舒媛，依依跟你年轻的时候简直一模一样啊！是啊，20年了，你受苦了，依依，让妈妈抱抱。妈妈，今天可是我的生日，第一个拥抱应该给我嘛。你这丫头，依依，你姐姐被我们宠坏了，你别介意。人家习惯了嘛，一个拥抱而已。妹妹应该不会这么小心眼的吧？当然会。很不巧，我乔伊不仅小心眼，还有仇必报。依依，今天也是你生日，你妈给你准备了衣服，快去换上吧。二小姐，这边请。二小姐，这是太太给您准备的衣服，您换上吧。二小姐，对，您和乔宁小姐的身份被查明之后，先生和太太都不舍得她回去受罪，所以就宣布以后她是大小姐，您是二小姐了。原来是这样。阿姨，隔壁房间怎么那么多衣服啊？哦，那是大小姐的衣帽间，这只是其中一间，3楼还有好几间呢。二小姐，大小姐从小就备受老爷夫人的宠爱，连亲生儿子都要往后靠，所以你要想在这个家生存下去，可千万不要生了争宠的心思。我这也是为您好。争宠有什么意思？争权夺利，不比争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爱实在多了。20年了，属于我的东西也该拿回来。这不是乔夫人花100万给乔宁买的高定公主裙吗？怎么穿在乔伊身上啊？对不起啊，妈妈，我不知道这是您买给姐姐的衣服，您给我准备的衣服不太合身，我看隔壁衣帽间的这件很合适，就擅自穿了。姐姐不会怪我吧？妈，那可是我最喜欢的衣服，一次都没舍得穿呢。妹妹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就穿出来，这不是让我难堪吗？我知道我这个养女碍了妹妹的眼，我走就是了。宁宁，你别生气，妹妹也不是故意的。再说了，你从小就是我们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孩子，妈怎么舍得让你回你生母家受罪呢？宁宁，看哥给你买了什么好东西，
全球限量版包，国内可就这一个，哥给你抢到了。你怎么哭了？谁干的？就是乔伊，一回来就知道争宠，惹宁宁不开心。你怎么这么心机啊？哥哥，你别这样对妹妹，毕竟你们才是亲兄妹。原来乔家吃的是绿茶这一套，流落在外这么多年，我见够了人情冷暖，别的不好说，但绿茶我在乎。对不起，我是不是做错了？我长这么大从来没买过新裙子，真的不知道这件这么贵重。我也没有要争宠的意思。我3岁开始做家务，6岁出去捡废品，10几岁就出去打工赚钱给养母和他儿子花。我在说争宠的事儿，你装看给谁看啊？哥，我没有。我前面的20年时间都用来干活了，从来没过生日，也是第一次看到生日宴，不懂过生日的规矩。我真的不知道生日宴是给姐姐一个人办的，我以为自己今天也过生日，可以一起过呢。是我不好，你们不要生气好不好？我这就去换掉衣服。一件衣服而已，你妹妹已经够可怜了，你跟她计较什么？是啊，宁宁，你妹妹不是故意的，别惹你爸生气。快去看看妹妹。乔伊，你以为你装惨，乔家人就会爱你吗？做梦！我在乔家受宠了20年，他们爱的人只有我。什么？鸠占鹊巢，还站得这么理直气壮？好，那就让我们走着瞧。姐姐，我错了，求你别扔我的衣服。依依，你没事吧？胡闹！乔宁，你在做什么？这家人这么好拿捏吗？那姐姐，你接下来可别惹我，不然你会倒霉的哦。您堂堂金圈太子爷，待在角落里干嘛？要是乔家知道您来，都得乐疯了吧？还不是我妈说要跟乔家联姻，非得逼着我来送贺礼，但我是以厉家司机的身份来，没想到竟然看了一场好戏。好戏？乔家这个亲生女儿倒是比那个花瓶养女有趣多了。爸，我什么都没做，是乔伊，是他陷害我。胡闹！我们都看到了，你还敢撒谎？爸，您别怪姐姐了，是我不好，是我自己不小心摔倒的，姐姐没有打我。依依，你怎么这么善良？他都这么对你了，你还维护他？爸，我都说了我没有打他，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他就是故意装的。对不起，姐姐，我不该穿错衣服，但你下次别扔我这件校服了好吗？我从小到大只买过这一件新衣服。乔伊，你这个贱人，能不能别演了？既然姐姐还是不愿意原谅我，那我马上换上旧衣服，把裙子还给姐姐。依依，还什么还？这本来就该是你的，一件衣服而已。爸给你个黑卡，你随便买。爸，你别被这个贱人蒙蔽了。够了，乔宁，满口污言碎语，还有没有点教养？我们平时就是这么教你的吗？爸，你怎么能为了乔伊这个刚回家的村婆这么凶宁宁呢？住口！依依可是你的亲妹妹。乔伊是你们亲生的，我不是，所以我就该被冤枉吗？宁宁乖，不哭了啊，哥哥相信你。行了，丽叶，少说2句吧，看把宁宁吓的。妈，还是你对我好。好，又来这招是吧？这可是你自找的。爸爸，谢谢您，第一次有人这么维护我，我真的很开心。不过您别对姐姐这么凶，她从小娇生惯养长大，不像我之前被欺凌惯了，受点委屈没什么的。我这就给姐姐道歉。委屈你了，依依。小孩子闹矛盾，让大家见笑了，请移步餐厅。晚宴马上开始。
姐姐，对不起。只会撒娇和挑衅吗？那你的段位也太 low 了。真正的绿茶是这样的，你看好了。姐姐，我已经道歉了，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对我？我没有，乔伊，你少在这儿装！我知道姐姐不欢迎我，可我只是想回家呀。爸妈刚把我接回来，姐姐就扔我衣服，现在这么多人在场，姐姐又撕我裙子，这不是存心打爸妈的脸吗？乔伊，你这个贱人，你敢害我，我打死你！等等，冥顽不灵，乔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爸，你竟然为了乔伊打我！宁宁，哎呀，怎么闹成这样？姨，爸这就给你转钱，不就是一键高定吗？买。谢谢爸。只有一次次的胜利，才是对曾经那个备受欺凌的小女孩最好的安慰。不就是比谁更绿茶吗？日子还长，我们走着瞧。哥，是不是因为乔伊这个亲生女儿回来了，所以大家都不喜欢我了？怎么会呢？宁宁，你可是我们乔家唯一的小公主。可爸爸今天都为了乔迪打我了。爸爸只是一时被那个村姑迷惑了，你放心，他可迷惑不了哥哥。哥哥有办法帮你出气。出气？怎么出气？乔生，你还真是蠢，不帮自己的亲妹妹，反而帮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我倒要看看你能想出什么方法替她出气。这个文件关乎到今天要跟厉氏集团签的100亿合约，怎么可能凭空消失？爸，我和宁宁从小就知道您的书房是不能随便进的，所以这么多年来，您从来没有在家里丢过文件。但昨天什么？说，昨天不是乔伊来的？多大的人还玩这种栽赃陷害的小把戏？那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偷鸡不成蚀把米。那哥哥的意思是怀疑文件是我拿的吗？不然呢？除了你，还能有谁？我就知道自己一定会被怀疑的。哥哥和姐姐从小锦衣玉食，零用钱多到花都花不完，只有我以前穷的连饭都吃不饱。你少在这装可怜，是不是你拿的？搜一搜就知道了。走，我们去他房间看看。不要，不要去我房间搜！心虚了吧？滚开！不要翻我的床！找到了，果然在这儿。你还给我！爸，您不要打开。乔伊，我看你这下还怎么装？依依，你这孩子怎么什么都不告诉我们呢？爸，我就说吧，文件就是他偷的，快把他赶出乔家！混账东西！你自己看，这是什么？你自己看，这是什么？体检报告。对，不然哥哥以为是什么呢？我有严重的营养不良和重度贫血，不想让爸妈担心，所以没提这件事。可怜的孩子，是妈妈不好，不知道你受了这么多罪。哥，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这不可能啊！奇怪，我没告诉过任何人体检报告的位置。为什么哥哥一把就能抽出来？为什么笃定是爸爸丢失的文件？因为我明明亲手将文件塞到我的枕头下了，是吗？你别胡说！哥，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呢？明明我才是你亲妹妹啊！依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逆子，竟然是你！爸，这份文件您一定要收好啊！要是落到竞争对手那里，后果不堪设想。哥哥肯定不是故意的，您别打他呀！对，我就是跟他闹着玩的。蠢货，这么重要的东西也敢栽赃陷害，
陷害的还是你亲妹妹。不，这是乔伊这个贱人给我设的圈套。你为什么在卧室安监控？对呀，妹妹，哪有人在自己卧室安监控的？你这是不相信我们，还是不相信爸妈呀？乔伊，这20年你们欺我辱我，真当我是没脾气的泥人，别怪我反贱。我承认，这监控确实是我故意安的。爸妈，我承认，这监控确实是我故意安的。什么？为什么呀，依依？他还能为什么？为了陷害我呗。没想到一个土包子竟然这么有心机。该不会这真的是妹妹故意给哥哥设置的圈套吧？圈套？别急啊，姐姐，真正的圈套马上开始。哥哥姐姐，你们怎么能这么误会我呢？我本来不想说的，其实我安监控这件事情是有原因的。从小，因为我不是亲生的，在家备受冷落，就连睡觉也只能睡在客厅的小床上。长大后，每次姐姐的哥哥带人在家喝酒，我就胆战心惊，因为不光会被他们骚扰，还会被冤枉成我故意勾引他们。所以现在我每次睡觉都会习惯性的打开监控，避免误会。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安监控的，实在是之前太害怕了。什么？我把他们的女儿当成小公主养，他们居然敢这么作践我乔丽叶的女儿！我要去找他们算账。爸，算了，这也是人之常情，毕竟不是谁都像我们家这样把养女视如己出。我就是有点奇怪，为什么养母从我记事起就知道我不是她亲生的？这有什么奇怪的？可能是因为你们血型对不上呢。姐姐，你早就知道养母故意将我们俩调包的事，还心安理得的霸占了我的身份20年，不揭穿你们，是不是有点太可惜了？你想干什么？爸，您说当年在医院，该不会是养母故意把我和姐姐调包的吧？什么？故意调包？妈，您别听他胡说。依依，当年的事儿我查过，但当时监控坏了，应该就是个巧合。对，巧合，绝对是巧合。电视上保姆为了让自己孩子享福，偷偷换掉雇主家孩子的事儿，不是多了去了吗？我就是开个玩笑而已。姐姐怎么害怕成这样？我是说，你别把人想得太坏了。爸爸都说了是巧合，你不会连爸爸的话都不信吧？姐姐说什么呢？我当然相信爸爸说的话了。毕竟血浓于水，哪个父母能忍住不爱自己的孩子呢？姐姐说，对吧？世上只有2种东西藏不住，一种是咳嗽，另一种是爱。既然连爸爸都找不到证据，那我就把你们母女凑到一起，让你们自己露出马脚。姐姐干嘛这样看着我？毕竟养母养了我这么多年，我还有些舍不得呢。你想做什么？我只是想把养母和哥哥接来住几天，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爸爸，您会同意的吧？这个贱人邪门的很，每次想害我，都被他躲过去不说，最后遭殃的还是我们。这次他指定也没安什么好心。不行，我不同意！姐姐，养母怎么说也是你的亲生母亲呀，她给了你生命，你也应该孝顺她的，就像我内心一直感谢妈妈生了我一样。妈，我不管，我只有您这一个妈妈，您可不能有了妹妹就不要我了。哼，你什么时候能像你妹妹一样懂得感恩？虽然程家对你妹妹不好，但毕竟生活了20年，像他们家人也情有可原。我同意了。爸，别着急，应该快到了。幸亏我当年故意把孩子调了包，不然哪有机会攀上有钱有势的乔家呢？不仅让乔伊给程家当了多年的免费保姆，还让我闺女享受了荣华富贵。闺女，俺这次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你还满意不？你干什么呀？这可是在乔家。妈，原来您之前精心准备的生日礼物是送给姐姐的呀？难道你们早就已经相认了？什么？早就相认了？怎么可能呢？爸，他肯定看错了，把我看成乔伊了。对，看错了。妈，原来你刚才说的礼物是送给我的，但我怎么没有收到呢？可能是昨天我给乔家的佣人了，他给错人了。是吗？要不说你们是血脉至亲呢，第一次准备礼物就送歪打正着，送给了亲生女。
确实是挺巧。哇，原来这个礼物是金手镯呀！可这尺寸好像更适合姐姐的手腕呢。妈，难道你准备礼物时不知道我长得比较瘦吗？是吗？瞧我这记性，既然这样，那就送给乔宁好了。自从我知道她是我的女儿后，就总觉得亏欠她。毕竟是我缺席了20年。谁稀罕你的破手镯？我现在巴不得跟你撇清关系，省得惹乔家人怀疑。我可不想跟你回程家那个破地方。不用了，这个礼物既然送错了，那还是应该还给乔伊，毕竟你们才是20年的母女。那我就不客气了，毕竟长这么大，从来没收到过妈给的礼物呢。嘿，你个小贱人，你李贵晨！不要打我！不要打我！你干什么？难道你平常就是这么对依依的吗？怎么会呢？我可怜的女儿，来，妈把乔家祖传的项链送给你。这个项链价值连城，我问妈要了好几次，她都没给我，竟然便宜了这个贱人。宁宁，你放心，我养了她20年，拿捏她还不是小菜一碟吗？你等着，我不仅要让她身败名裂，还能让她把这些东西全都吐出来。哟，这俩人是又想算计我了吧？正好，也是时候让你们体验一下我专门给你们定制的瓮中捉鳖。嘘，这3个人果然上钩了。妈，乔伊真的喝了那杯加安眠药的牛奶吗？对，我刚才亲眼看着他喝的，全喝完了。我当然要喝，不喝后面的好戏还怎么登场呢？那剂量下的够大吗？他不会突然醒了吧？当然够，我下的安眠药剂量，别说她一个小姑娘了，就是一头牛都得倒下。那就好，这样真的能行吗？放心吧，闺女，之前就传言乔伊勾引你哥，现在在乔家，半夜又跟你哥睡到了一起，这种事情还能说得清吗？对，只要这事一成，乔伊在乔家这种大家族还有立足之地吗？乔家人的宠爱，不还是妹妹你的吗？对了，妈，她房间可是有监控呢，我们不会被拍到吧？我养了她20年，对她还不是了如指掌啊！这个监控，我早就在给她牛奶的时候就断了电了。姜还是老的辣呀，还是妈厉害，没想到她还挺信任你。我以为她今天那样说，是知道了当年你坏孩子的事情呢。怎么可能？当年的事，我做的神不知鬼不觉，被人有结后患，我连当时的监控都找人删了，现在绝对找不到任何证据。那就太好了，乔伊，你可别怪我，谁让你跟我抢乔家千金的位置呢？到了今天，你就再无翻身的机会了。妈，你们说没说完啊？这小妖精躺在床上这么勾人，我都等不及了，你们快出去给我望风。好好好，我们这就出去。脑子缠了你好几年，今天终于能如愿了。来吧，我的好妹妹。好了，收集够了我想要的证据，我也等不及要开启我的猎杀之刻。天哪，怎么会这样？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乔伊，这下我看你还怎么跟我争！怎么会这样？乔伊，现在乔家所有人都看到了你最不堪的样子，我看你还有什么脸待在这儿？我说过的是让你们别惹我，看来你们还是不长记性。我的儿啊，乔伊，你这个白眼狼！我养你这么大，你怎么能这么对我的儿子？我打死你！不要打我，爸爸，我怕。怎么，在我乔家还敢动我乔立业的女儿吗？依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爸，这大半夜的，他们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还衣衫不整的，这不是很明显了吗？怎么还动剪刀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不知道，今天晚上头特别晕，我早早就睡了，半夜突然发现程耀祖出现在我的房间，我倒要看看你们要怎么往我身上泼脏水。狗东西，你是怎么进来的？爸，你看门锁完好，不像有人硬闯进来，这门该不会是妹妹自愿打开的吧？看
肯定是他。以前在程家就经常勾引我儿子，这才来乔家几天就忍不住了，真是个浪蹄子。就是乔姨约我来的，还勾引我，我不同意，他就拿剪刀伤了我。好你个不要脸的东西，自己不检点，还敢害我儿子！乔家可是南城有头有脸的大户之家，家规森严，妹妹怎么能做出这么有辱门楣的事呢？是啊，乔姨，真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这可是在乔家，你怎么能这么不要脸呢？依依，他们说的是真的吗？贱人，让你跟我起，这下有你哭的。是吗？该哭的人恐怕是你吧。我今天新买了一支录音笔，睡觉前不小心按到了录音键，正好大家一起听听它的音质怎么样吧。有录音，快打开！不要！妈，乔伊真的喝了那杯加安眠药的牛奶吗？我说我的头怎么晕晕沉沉的，原来是姐姐给我放了安眠药。乔宁，是你这个逆女，竟然敢害你妹妹！不是我！爸，您先别激动，我们再往后听听吧，万一有什么误会呢？我以为他今天那样说，是知道了当年你换孩子的事情。怎么可能？当年的事我做的神不知鬼不觉，为了永绝后患，我连当时的监控都找人删了，现在绝对找不到任何证据。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当年是你故意把我和乔宁调包的吗？是你。原来当年是你偷走了我的孩子。那就太好了，乔伊，你可别怪我，谁让你跟我抢乔家千金的位置呢？过了今天，你就再无翻身的机会了。爸，你听我说，不是你想的那样。妈，你们说没说完啊？这小妖精躺在床上这么勾人，我都等不及了。你们快出去给我望风！混账东西，强生，去把这个狗东西的手给我废掉，然后送到警察局。好的，爸。不要！乔老爷饶命啊！我们再也不敢了，求您放过我儿子吧！妈，我到底不是你亲生，就算我来到乔家还惦记接你来享福，可你竟然为了姐姐去害我，果然你们才一家人。依依说的对，等一下把乔宁也带走，我们乔家没有这么恩将除暴的人。不要啊，爸爸，我错了，我真的知错了。妈，您快跟爸爸求求情啊！带走！姐姐，你可别怪我，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不行，不能赶我走。你们别忘了，我可是有厉家的婚约在的。姐姐说的婚约是什么意思？依依，是这样，20年前你爷爷救过厉家家主，为了感谢你爷爷的救命之恩，两家家主就定下了乔厉两家的婚约。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吗？当时厉家长孙厉隐白才2岁，你妈也刚怀有身孕。厉老爷子说，如果你妈这胎生的是女孩，乔厉两家便定下婚约。所以，当初的婚约是为我定下的。对，依依，是我们不好把你弄丢了，不然这份婚约就是你的了。乔毅，你什么意思？你一个从小长在市井的小村姑，还想取代我？你做梦！宁宁，你顶替你妹妹的身份得了这份婚约，就别再刺激她了。如果我从来没有被养母调包，该多好！这样我就可以在你们身边长大，不用挨饿受冻，不用丢了婚约，也不用像现在一样被姐姐说成是村姑。乔宁，你够了，别得了便宜还卖乖。这份婚约本来就该是你妹妹的，就算换人也是情有可原。不可能，全南城的贵族世家都知道我是厉家未来的少夫人，厉夫人也对我赞许有加，生日宴还特意送来了贺礼。换人，这不是在打厉家的脸吗？是啊，爸，厉家是南城第一世家，厉隐白又是金圈太子爷，随随便便换了他的联姻对象，要是厉家怪罪下来，我们可担待不起啊。就是，你们要是赶我走，我就去找厉夫人告状，到时候厉家不会放过乔家的。依依，为了乔家，你能忍一下吗？你放心，爸一定好好补偿你。当然能，放心吧，爸，为了乔家，我受点委屈没什么的。好孩子，你受委屈了，爸这就转乔氏集团1%的股份给你。谢谢爸。人为什么需要忍的人总是我？既然乔宁最大的保护伞是太子爷，那好，希望我抢走太子爷后，姐姐也可以忍一下。厉隐白，首富厉家独子，身份高贵却清冷禁欲，人称金圈太子爷，也是乔宁暗恋多年的人。当年因爷爷救过厉家家主，两家便定下婚约，从此乔宁以太子爷未婚妻自居，成了令人羡慕的存在。击败一个人最快的方式，就是抢走他引以为傲的东西。姐姐，你的太子爷不保喽。
根据调查，太子爷厉隐白每晚9点钟会准时出现在这间酒吧。3、2、1，时间到。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又一个不长眼的来我们太子爷这投怀投抱了。对不起，弄脏了您的衣服，我这就给您擦干净。不必，这是乔家那个绿茶小狐狸，上次在生日宴装可怜博同情，这次又想玩什么把戏？也不去打听打听，我们这位不近女色的太子爷，这个月已经骂哭多少名媛了，更别说一个素未谋面的女的了。小心！原来小狐狸不光会装绿茶扮可怜，稍加打扮一下，这么明艳动人。乔宁，我一定会拿下这位高冷金贵的太子爷，让你也尝尝一无所有的滋味。哇，这是铁树开花了！我们的太子爷今天竟然也会英雄救美了！瞎说什么呢？谢谢。这小狐狸突然出现，该不会是冲着我来的吧？难道是在乔家抢完了想抢的，把主意打到我身上了？那我就陪你玩玩。先生，能给我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吗？怎么，小狐狸不扮可怜了，也想学别人来搭讪我了？什么意思？什么小狐狸扮可怜？那天生日宴，我看得一清二楚，你装绿茶扮可怜的模样，可不就是一只活脱脱的小狐狸吗？先生，你认错人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怎么，今天为了撩我，改走小白花路线了？你误会了，我只是想问一下你的联系方式，明天好陪你新的西装。不必了，你要是只会这样，那就趁早放弃吧。这种无聊的搭讪方式我见多了，实在提不起半点兴趣。哇，乔宁，好羡慕你啊！这可是最新款的包包，你这么快就拿到了？那当然了，我可是乔家最受宠的小公主，这种类型的包我多的是。既然太子爷不吃这一套，那我就换个套路。是吗？可我感觉你的心跳好快，似乎都超过120了。话总说不清楚，太子爷确定对我不感兴趣吗？一字一句像圈套。乔宁，那是你的联姻对象厉家的太子爷吧？那个缠着他的女人是谁？厉哥哥，我是你的未婚妻乔宁，我给你介绍下，这是我的朋友琳琳，这位是乔伊，怎么是你？你这个贱人，干嘛缠着厉哥哥？姐姐，你误会了，我只是在跟尹白哥道歉，刚才不小心撞到了他。不小心？酒吧这么多人，怎么偏偏就撞到他？我看你就是在故意勾引他，你这个贱人！乔小姐，对自己的妹妹张嘴勾引闭嘴贱人，这就是你的教养吗？厉哥哥，你居然为了这个狐狸凌凶我！乔伊，我告诉你，你休想抢走厉哥哥！尹白哥，你别生姐姐的气，姐姐虽然平时骄纵了些，但是很少这样的。乔伊，你这个贱人，你居然敢挑拨离间，看我不打死你！姐姐不要再打我了，尹白哥救我，我好怕。厉哥哥，你不要被这个贱人蒙蔽了。我想怎么做，还轮不到你指手画脚，让开。
小狐狸胆子不小啊，说说，为什么要勾搭我？没有呀，我就是单纯的喜欢你，一见钟情而已。因为你的权势就是乔宁最大的依仗，所以我必须把你抢过来。你这小狐狸还真是牙尖嘴净，不想说也没关系，日子还长，我有的是耐心。乔伊，你竟然敢跟我抢厉隐白，我不会放过你的！你给我等着，过几天的慈善晚宴，我一定要给你点教训。女士，请出示你的邀请函。邀请函？对，没有邀请函不能进。想要邀请函啊？可惜乔家只有这一张邀请函，在我手里。你故意的，故意透露厉隐白要来慈善晚宴的消息，却不告诉我需要邀请函，就是想看我当众出丑。哼，谁让你是个土包子呢？连参加晚宴需要邀请函都不知道。我堂堂乔家真千金，为什么成为土包子？姐姐应该最清楚吧？你少在这阴阳怪气！我警告你，今天来的人非富即贵，你趁早滚回你的城中村，少在这里丢人现眼了。看来要想夺回自己的一切，抢走太子爷，必须先给自己正身份。厉家不会要身份不明的联姻对象，正身份，这次慈善晚宴就是最好的选择。快看，京圈太子爷厉隐白也来了，正好，我最好用的工具人来了。我一贯的小心翼翼，现在却想要告诉你，隐白哥，是你，好巧啊！小狐狸，别装了，说说，这是你第几次用意外接近我了？哪有啊？或许是太子爷的磁场太强，总让我不由自主的想要靠近呢。像列着许久神秘的爱情咒语，像喧嚣的雾河突然变得安静，像眼泪落入海底逃离了孤寂。如果我能给你短暂的开心。哎呀，这都是隐白哥，我好像崴脚了，你能扶我进去吗？小狐狸，没有邀请函就直说，再装下去，信不信我现在当众吻你？别，我的脚好像突然好了呢。厉少爷，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今日勾搭任务已完成，我得找个地方好好筹划一下，怎么为自己正身份。你先忙，我去转转。这不是我那个连邀请函都没有的土包子妹妹吗？是啊，鸠占鹊巢还这么嚣张的姐姐，找我有何贵干？你是怎么进来的？该不会是勾引了门口保安才进来的吧？像你这种出身市井的底层货，想往上爬，自然是要靠勾引男人的。姐姐说的没错，我是勾引了男人进来的。不过，勾引的可不是门口保安，而是你心心念念的太子爷。你胡说！今天这场慈善晚宴是厉家特地举办的，我不信厉隐白会在这么重要的场合跟你这个土包子搞暧昧，是吗？既然姐姐不相信，那就实锤一下给你看了。怎么了？隐白哥救我！姐姐要打我，我好怕。
本来我还在想该怎么在众人面前表明我的身份呢。既然姐姐上赶着让我立了，那我就不客气了。乔伊，你这个小偷，生日宴上偷我的礼服，现在又三番两次的勾引我的未婚夫，是想把我未婚夫也偷走吗？姐姐到底在说什么呀？我没有偷过礼服，更不可能去勾引姐姐的未婚夫。姐姐，你不要这么诬陷我呀！我诬陷你？你在酒吧勾引他的视频我已经拍下来了，我这就发到网上，让你这个贱人被万人唾骂。哦，姐姐说的是尹白哥呀。姐姐确定要发到网上吗？那正好，我把刚刚的画面也拍下来了，姐姐一块发吧。你竟然敢亲李尹白！我不仅敢亲，我还敢给你发呢。发过去了，照片标题我都帮你想好了，就叫真千金与太子爷深情拥吻，假千金吃醋大闹慈善晚宴，怎么样？传闻厉尹白不是不近女色吗？他刚才竟然没有推开乔伊，难道他喜欢乔伊？不，这不可能！乔伊，你这个贱人！厉哥哥从小就不近女色，连个恋爱都没谈过。你说，你到底用的什么狐媚手段勾引的他？谁说尹白哥不近女色了？我就是他的女朋友啊！女朋友？呸！厉哥哥怎么会看上你这种不干不净的贱女人？姐姐，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姐姐要这么污蔑我？说吧，乔宁，你现在说的越多，待会就会被我锤得越狠，直至坠入谷底。我污蔑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15岁那年就勾引了程耀祖。就你这种品行低贱的女人，根本就配不上厉哥哥。够了！乔伊是我女朋友，她怎么样，用不着你来说三道四。什么？原来乔伊真的是厉少爷的女朋友。那刚才乔宁说的程耀祖是谁？该不会是相好的吧？别听他们胡说八道。陈特助，去把那个程耀祖腿给我打折。还有，通知乔家，好好管教他们家大小姐。是。不，这不可能，这不是真的！尹白哥，你别这么凶嘛！程耀祖已经被抓起来了。至于姐姐，她只是在家骄纵惯了，看在我的面子上，别追究了。你少再装好人！你别以为厉哥哥护着你，你就可以对我耀武扬威！我告诉你，乔家所有人都只爱我，你就是个没人爱的可怜虫！姐姐，我没那么贪心的，有尹白哥护着我，你就知足了。你以为厉哥哥是真心喜欢你吗？他不过是看你是乔家女儿的份上，跟你玩玩罢了。等他玩够了，你就是个没人要的破鞋！住口！谁说我不是真心喜欢他？什么？讨厌，这么多人呢？这不可能！乔伊，你这个狐妹子，到现在还敢勾引厉哥哥，我打死你！姐姐，求你不要再打我了，我不要我的婚约了，还不行吗？你胡说八道什么？什么叫你的婚约？虽然当年与厉家指腹为婚的人是我，但毕竟做了乔家20年千金的是姐姐，我不该仗着自己是真千金的身份，就说这种话惹姐姐生气。乔伊，你少在这装可怜，你就是在故意抢我的联姻对象。姐姐，我怎么敢跟你抢呢？我知道当年养母是因为太爱你了，为了让你过上好日子，才将我们2人调了包，我都能理解的。什么？原来乔宁不是乔亲生的？姐姐从小在乔家接受好的教育，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而我在程家吃了上顿没下顿，连大学都是靠自己打工赚的学费。这样的经历怎么配得上尹白哥呢？怎么会有这么恶毒的人，竟然偷换了人家的孩子？是啊，假千金在乔家受尽宠爱，竟然还不善待人家真千金。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个乔宁也不是什么好人，占了人家的身份20年，现在竟然连人家的联姻对象也抢得这么理直气壮。就是啊，厉哥哥，你别听他们瞎说，我才是你的联姻对象。尹白哥，你放我走吧。虽然我们是真心相爱，但是姐姐说的对，他才是做了你20年联姻对象的人，我配不上你的。厉乔两家只说要联姻，又没有指定是哪个女儿。
我喜欢谁，自然就是我的联姻对象。该走的人是他才对。姐姐，这场戏你可还满意？乔伊，你这个贱人，你给我等着！我一定要彻底毁了你！哥，你可得帮我！怎么了，宁宁？谁欺负你了？还不是乔伊，他在慈善晚宴上公然勾引我的联姻对象，我都没脸在南城活了，不如一头撞死在这儿算了。宁宁，你别激动，你是说乔伊故意勾引厉隐白？这怎么可能呢？真的，乔伊他就是在怪我占了他的身份，什么都要跟我抢。爸爸妈妈的宠爱已经被他抢走了，我不能再失去厉隐白了。哥，你帮我好不好？我怎么帮你？你们圈子里不是有个出了名的纨绔吗？你把他介绍给乔伊。可之前我们害乔伊，最后都被收拾了，我们不是他的对手了。果然，乔伊一回来，连哥都不疼我了，我还是死了算了。好，我答应你。你就是乔伊，长得果然漂亮啊！拿掉你的脏手，你知道我在等谁吗？不就是厉隐白吗？那你还敢动我？你就不怕他怪罪你？你少拿他吓唬我，他哪有时间认识你啊？乔宁，你的手段还真是幼稚。我从小生活在市井，怎么可能连这点自保的能力都没有？打两个纨绔绰绰有余。你放开我，别碰我！住手！你没事吧？谁呀？敢跟老子抢女人，也不打听打听！你刚才哪只手碰的他？右手。带出去，这只手废掉。是。不要啊，丽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厉隐白已经中了药，马上就会进入包厢。等一会儿事成，我就是名副实实的厉家少夫人了。乔伊，看你还怎么跟我争！置换药贴，原来乔宁也在这间酒吧，这是按耐不住了，想用下药这种方式勾引厉隐白，可笑！这种拙劣的手段，堂堂太子爷怎么可能中招呢？小狐狸，这又是你的小把戏吗？那我就如你所愿。这可是你自找的哦。你干什么？放我下来！不要！你是姐姐的联姻对象，让她知道，她会打死我的。反正都是乔家的女儿，娶你这个勾人的真千金，不比娶她一个花瓶养女好多了吗？可我怕姐姐。不要怕，做我厉隐白的女人，不用惧怕任何人。不好意思啊，姐姐，反正我最终也要找个人结婚，还不如利益最大化。这太子爷，我就帮你验收了。这厉隐白怎么还不来？该不会出什么岔子吧？不行，我去看看。哎，你看到太子爷厉隐白了吗？没有，今天好像没看到他来。
难道刚才那个服务生是为了拿小费，故意骗我的？听说这个女的是乔家的二小姐呢，长得可真带劲儿啊！是啊，这男的今年艳福不浅呐，抱得美人归。看来是我哥安排的玩路得逞了。虽然没拿下丽影白，但我可以把乔伊跟玩路玩夜情的事散播出去，看他还怎么跟我抢。爸妈现在就在里面，跟丽夫人商议两家联姻的事。这个时候我要是说了乔伊跟纨绔一夜情的事，他就再也没有嫁入丽家的可能了。爸妈，不好了！怎么了？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爸，妹妹在酒吧认识了一个纨绔，第一次见面就要跟人家出去开房，我怎么劝都劝不住，我真怕她吃亏啊！爸妈，你们快去劝劝吧！什么？真的，他们就在这家酒店楼上开的房。爸妈，你们快去看看吧。厉夫人，实在抱歉，失陪一下。是。阿姨，您跟我一起去看看吧。这是乔家的家事，我就不方便去了吧。阿姨，您就一起去吧，我们马上就是一家人了。您不知道我这妹妹犟得很，万一我爸妈生气要打她，您一定要帮忙劝劝啊。好吧，那我们过去看看。爸，就是这间，妹妹和那个野男人就在这个房间里。妹妹，快开门呀！这么快就带人来看我的笑话？不过等看到你心心念念的太子爷，不知道你还能不能笑得出来。糟了，是姐姐带我爸妈过来了，要是他们看到我这样，会打死我的。别怕，我来处理。妹妹，我知道你从酒吧随便找了个纨绔发生关系，但也该打开门让我们见见，好为你把把关啊。乔伊，你不是很厉害吗？还想跟我抢丽影白？今天我就让你在两家长辈面前丢够脸，看你还怎么跟我抢。等等，我来吧。乔宁不知道跟我在一起的人是丽影白，肯定会怂恿乔家人惩罚我。太子爷势必会对我愧疚，我离目标就能更进一步了。我就说吧，妹妹果然在跟人玩一夜情。爸妈，你们怎么来了？糊涂！你怎么能做出这么伤风败俗的事呢？我身为乔氏千金，怎么能跟声名狼藉的纨绔玩一夜情呢？也怕带回家不干净的病。你胡说，他不是那种人。爸，我也是为了乔家的名声好，妹妹做错了事还凶我，不知悔改，今天我非打死你！慢着。乔叔叔，很抱歉发生这样的事，是我唐突了乔伊，但我厉隐白既不是纨绔，也没有声名狼藉。乔伊说的没有错，为什么要打他？厉隐白，你是厉家独子厉隐白？对。厉哥哥，怎么会是你？儿子，真的是你？跟乔家二小姐发生关系的人是你？对，是我。别怕，有我在，没人会为难你。阿姨你好，我是乔伊。谢天谢地，我儿子终于开窍了，真是太好了。这件事情是我考虑不周，让叔叔劳姨误会了，也让乔伊受了委屈。您二位请进，我们正式谈一下两家联姻的事。堂堂金圈太子爷厉隐白，竟然把姿态放得这么低，这步棋果然走对了。怎么会这样？这不可能！宁宁，进来说吧。跟他睡在一起的就是那个纨绔啊！厉哥哥，为什么要替他打掩护？乔宁，住嘴！你凭什么这么笃定？你们相信我，
乔伊睡的真的是那个纨绔。姐姐，事实都摆在眼前了，你为什么非要污蔑我呢？因为我调查了那个欺负你的纨绔，就是他指使的。姐姐，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如果不是尹白哥出现，你真的要毁了我吗？乔宁，你这个逆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不是我。这是我助理查到的。乔宁先是挑唆那个纨绔要毁乔伊清白，又买通酒吧服务生给我下药，既打发了乔伊，又算计了我，好一个双管齐下。我知道我回乔家挡了姐姐的路，但姐姐也太狠心了。如果不是尹白哥及时赶到，我现在恐怕已经没脸活在这个世上了。我知道了，乔伊，你是故意的，故意将计就计，假装是受害者，然后勾走中了药的厉哥哥。这一切都是你算计好的，你这个贱人！执迷不悟，你这个混账！事到如今，你还敢攀咬你妹妹？乔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李烨，你怎么能动手呢？宁宁她也是一时糊涂。妈妈居然还在偏帮乔宁。那好，爸爸最爱面子，这次趁厉尹白和厉夫人在场，我就再加一把火，彻底将乔宁赶出乔家。爸妈说的对，毕竟姐姐才是你们宠爱了20年的女儿。我一个乡野长大的孩子，早就习惯了养母的非打即骂，受点委屈也没什么的。别怕，这事儿不能这么算了。我厉尹白的女人，没有受委屈这一说。乔夫人，亲生女儿被陷害，你反而帮着养女，不合适吧？糊涂！你怎么到现在还在偏帮他？让他给我滚！好孩子，你放心，就算乔家不能为你主持公道，我们厉家也不会放过任何欺负你的人。王管家，通知财务，停掉乔宁名下所有的卡。从今天起，乔家1分钱都不会再给他。是。不要啊，爸！还不快滚！等一下。爸妈，都是我的错。那个纨绔是我找来下乔伊的，宁宁她并不知情。你们不要怪她，要打要骂你们冲我来。什么？你这个混账！老公，宁宁和盛儿我们宠爱了20多年，难道真的因为这一件事把2个孩子都打死吗？依依，如果是乔宁这个养女做错了事，我可以把她赶出家门。但你哥是乔家唯一的男丁，爸爸不能赶走他呀。爸爸，您别说了，我都懂。为了乔家，我愿意受下这份委屈。只是什么？是我们乔家对不起你。你说你想要什么补偿，爸都可以答应你。我现在虽然是尹白哥的女朋友，但我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会，实在配不上他。那你想要什么？尽管开口。我想进入乔氏集团实习。好，我答应你。谢谢爸。爸，您怎么能这么惯着他？就这么决定了，依依明天就可以进公司。乔生，你是哥哥，要照顾妹妹。哼。爸，您刚才停掉了我所有的卡，能让我进公司打工吗？我保证什么都听妹妹的。那好吧。乔伊，你给我等着！进入公司可就是哥哥的天下。今天你让我受的屈辱，明天我一定双倍奉还。大家先停一下，这位是新来的实习生乔伊。乔伊，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
我是乔伊。大小姐，他也姓乔，该不会是您家的什么远方亲戚，攀关系进的公司吧？但看他很面生啊，不像乔家人啊。他呀，从小在山沟沟长大，第一次进这么大的集团，你们当然看着眼生了。我重新做个自我介绍，我叫乔伊，是乔家丢失了20年的真千金。20年前，我在医院被一名村妇调包。哦对，那名村妇就是姐姐的亲生母亲。不过大家也不要因此疏远姐姐。虽然我爸已经停掉了她所有的卡，但还是同意她作为养女在乔氏集团打工赚钱的。不会吧？乔宁她不是大小姐了？一个养女，一个真千金，我们是不是站错队了？乔伊，说好的从底层员工做起，你竟然敢暴露身份！爸爸知道是不会放过你的。职场复仇开始。乔伊，乔经理找你。看吧，乔经理是向着乔宁的。那我们可得巴结好乔宁，毕竟这里可是乔经理说了算。乔经理，对，乔胜乔经理是我们公司的商务部副经理。现在商务经理空缺，他是商务部的老大。乔经理让我去哪找他？去18楼的自省室。自省室？对，你小心点啊，那里是公司惩罚犯错人工的地方。好，谢谢你。我倒要看看你们又要耍什么花招。宁宁，你放心，等他一会儿过来，哥一定好好收拾他。在家里不能动他，但商业部可是我的地盘，他不得任我们宰割吗？幼稚，这手段也太小儿科了吧？怎么跟我们经理说话的？经理，不是副经理吗？你不会连自己主人是什么职位都不知道，就只会在这里狗吠吧？看你是找打！果然呀，无能的人连找的跟帮都是个弱鸡。你大没小的东西！哥哥，你没事吧？都是我不好，害你和妹妹又吵了起来。妹妹，你要打就打我吧，别再打哥哥了。宁宁！乔伊，你算什么东西？竟然敢打宁宁！怎么一点劲都没有？你没吃饭啊？你找死！哎，这个力度就非常好，刚好能在脖子上留印。现在该我反击了。蠢货，以后欺负人之前，记得先做个武力值的背调。什么意思？你这个贱人，你竟然敢这么打哥哥！怎么，你也想试试挨打的滋味吗？都已经打了10分钟了，我的太子爷未婚夫怎么还没来？这速度也不行啊！再不来，我都有点后悔抢了他呢。乔伊，你别太得意了，我这就给爸妈打电话，你等着。咦，是吗？不好意思，给我撑腰的人先来了。依依，你脖子上怎么回事？谁弄的？乔伊，你少在这装！哥哥，你没事吧？乔伊，你这个贱人，你就是个绿茶！是啊，绿茶好，绿茶妙。当了绿茶，
太子爷为我打的蠢货嗷嗷叫。李哥哥，你看，他承认了，他之前都是装的。我可没有你这样的妹妹，你别跟我套近乎，一会儿我女朋友跳起来打你，我可不管。你们还疼吗？还有点呢。哥，你看乔伊，他又挑衅我。宁宁，好疼，你先帮哥叫医生。哦，好，我马上打电话叫救护车。救护车！宁宁，哪里受伤了？妈，我没事儿，是哥。爸，你要是再不来，我都要被他们给逼死了。爸，我刚才真的好害怕，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依依，别怕，怎么了？快跟爸爸说说。这是谁干的？爸，您别问了，我没事。依依，你快说呀！别让爸爸担心啊！这到底是谁打的？是哥哥。什么？乔胜，你这个混账，怎么能对你妹妹下死手呢？还不给我滚过来！巧舌如簧，蛇蝎心肠。我没她这样的妹妹。你死了，我打死你！老公，且慢。老公，胜儿她只是有些小脾气，人又不坏。再说了，你没看儿子的手都受伤了吗？你也受伤了？这到底怎么回事？爸爸，还是我来说吧。今天是我第一天上班，就遭遇了姐姐的职场霸凌。我一来，她就带全办公室的人嘲笑我。什么？紧接着，哥哥就把我叫到这自习室，说要好好收拾我，还找了2个壮汉要打死我。爸爸，我好怕！立刻把这2个人开除，送到警察局。拿着我乔家的钱，还敢欺负我乔立业的女儿！是。不要啊，董事长，我们错了。少废话！再不走我就叫保安了。继续说。我躲开了他们的棍子，姐姐就开始讽刺我，说我是绿茶。好，爸爸知道了。我只是反驳了几句，哥哥他就要掐死我。姐姐还说要让爸爸妈妈来给他们撑腰，我当时害怕极了。幸好尹白哥及时赶到。你颠倒黑白，你怎么不说哥哥也受伤了呢？乔叔叔，乔生的手腕确实受伤了，是我打的，有我厉尹白在，谁都不能伤乔一半根头发丝。是应该的。乔伊交给你，叔叔也放心了。乔叔叔，现在乔伊是我的联姻对象，我不希望他在乔家受到一丁点的伤害。至于已经给他造成伤害的人，我认为也不能就这么算了，不然我厉家的颜面何在呢？叔叔，您说对吗？对，你说的对。这2个混账东西确实太过分了。今天
我就对他们家法伺候。给我跪下！老公，不行啊，你这样会把2个孩子打伤的。妈，我才是您的亲生女儿。您看到了吗？哥哥想掐死我呀！我们是血脉相连，没错。可哥哥都对我下这样的死手了，我看着哥哥挨一顿打，过分吗？我打死你们这2个不成器的东西！让你们欺负妹妹，让你们仗势欺人，让你们不知悔改！好疼啊！你饶了我吧，我错了，我再也不敢欺负妹妹了。要打就打我一个人，不要再打宁宁了。好一个慈母，好一出兄妹情深。你们越是这样，我就越要为我自己讨回公道。小狐狸，别伤感，你还有我。你们2个还不快滚过来给你妹妹道歉！妹妹，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啊，可能是声音有点小，我没有听清呢。你大点声！对不起。没关系，爸爸，都是一家人，你也不要对哥哥姐姐这么凶嘛。好，那这件事儿就到此为止了。你说呢，尹白？看到欺负乔伊的人受到惩罚，我就放心了。但毕竟，乔伊是我的女朋友，我不希望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这个你放心，绝对不会。为了弥补乔伊，我会公布她的身份，另外再给一些补偿。尹白，你觉得补偿多少合适？乔宁从小到大的零用钱，一次性转给乔伊就够了。是，好，我这就转。谢谢爸爸，补偿我已经收到了。那什么时候公布我的身份呢？3天之后吧，爸爸亲自为你召开认亲宴，正式公布你的身份，可以吗？依依。谢谢爸爸。对了，在认亲宴上，我会邀请贵客到场，你们3个谁能促成合作，谁就能成为集团的商务经理。太好了，商务经理空缺已久，我早就想当了。哥，你一定可以的。宁宁，你这身衣服真的好漂亮啊！又是法国的最新款吧？比某些山沟沟里来的野鸡强多了。我说好好的宴会，怎么乌烟瘴气的呢？原来是有只躲在暗处嚼舌根的乌鸦呀！妹妹，我们又没点名道姓的说你，你干嘛这么激动？姐姐，我也没说你啊，你才不是乌鸦呢，你是鸠占鹊巢的鸠儿。乔伊，你少在这里阴阳怪气，别以为爸爸给你开了认亲宴，你就可以无法无天。谢谢温总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乔家，参加我2女儿的认亲宴。乔总客气了。蠢货，温总最讨厌仗势欺人的公子哥，一点功课都不做，还想跟我争商务经理的位置，当我的垫脚石还差不多。是吗？哥哥，那也比你好了伤疤忘了疼强吧？无耻！我打死你！住手！爸，混账！也不看看今天是什么日子，也敢在这里胡闹！爸，这次是乔伊先挑衅，不关我的事儿。这位就是乔家的大少爷。对，是犬子，让您见笑了。无妨，乔少爷年轻气盛，正常。对不起，爸爸，我没想到哥哥会这么生气。我以茶代酒，代哥哥姐向您道歉，万年海涵。无妨，您这个2女儿沉稳大气，端庄有礼，他日必成大器。您是他力量的作者温迪吗？你认识我？依依，你是不是认错人了？这是全球顶尖数据公司的温总，刚从国外回来啊。爸爸，我应该不会认错我的偶像，他力量的作者 Wendy。你怎么知道？
我可从来没有对外宣布过我的笔名和作品。你小时候住在养母家，因为家里重男轻女，逼年仅9岁的您辍学，您就上山挖野货卖，手腕受伤留下了10字疤痕。你仅仅是因为一个疤痕就认出了我，因为像您这样成功的女企业家，肯定是拥有顶级的资源和财力，但是却没有去除这个疤。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您留着它是为了让自己警醒。你说的没错，我是 Wendy， 很高兴认识你。太好了，我竟然真的见到了您，我是您的忠实粉丝。你真的这么喜欢这本书？对，我的经历与您有些相似，靠兼职打工赚学费，每次快熬不下去，都用您的事迹鼓励自己，最终才走到了这里。没想到我们有这般机遇，勇敢坚韧的小姑娘，我非常喜欢。你以后别叫我温总，就叫我温阿姨。好，温阿姨。太子爷的消息果然灵通，温总阅人无数，只有同样的遭遇才能打动他。温阿姨，您这本书写的真的太有意义了。温总，您别被他骗了，他一个从山沟沟来的村姑，哪里读过您这样的成功人士的著作？就是，说不定他只是道听途说，故意来跟您套近乎的呢。你们终于按耐不住了，但可惜温总已经先入为主了，是吗？那乔少爷和乔大小姐出身名门世家，就不是故意来跟我套近乎了吗？温总，您别生气，我和哥哥过来是有些冒昧，但我们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来认识您一下。我哥是集团商务部的副经理，您公司不是有项目？乔总，这不是您的家宴吗？怎么，乔大小姐是来做生意的？温总，2个孩子不懂事，打扰您的雅兴了。您和乔伊继续聊，我去处理一下家事。平时怎么没发现你们这么蠢？看不见温总聊得正兴兴吗？爸，您别生气，我现在就去读这本书，一定能跟温总找到共同话题的。现在读，恐怕已经来不及了。有了阿姨微信，记得多联系哦。不行，不能便宜了这个贱人。爸，哥哥可是您唯一的儿子，您可得帮着哥哥啊！这乔伊就是狼子野心，商务经理的位置可不能落在他的手里啊！住口！这是乔伊凭自己的能力得到的，你管好自己吧。乔总，您真的是生了个好女儿啊！乔伊聪明机智，见度独特，颇有我年轻时候的风范啊！哪里，他从小经历坎坷，接触到的教育资源有限，归根到底还是您的书给了他帮助啊！爸爸说的对，这些年我最感谢和崇拜的人就是温阿姨。如果有机会，真想多跟温阿姨学习一下呢。我们2家公司不是在谈数据库库的合作吗？你记得多带乔伊来我们公司对接啊。您的意思是？对，这个项目我跟你们签。好，太好了！我知道乔总最近把孩子放进了乔氏集团历练，但对于这个项目的对接人，我可是有要求的啊。我明白，现在依依是我们乔氏的商务经理，专门跟您对接。谢谢爸爸。温阿姨，这个香囊送您，你之前在书里写过经常头痛，我特意找中医制作了这个香囊，能安神。依依，你真的太贴心了，阿姨最喜欢像你这样贴心的女孩了。要不阿姨把儿子介绍给你。是谁想挖我的墙角啊？挖墙角？挖什么墙角？尹白，你怎么来了？我要再不来，我的未婚妻都要被抢走。尹白，你小子眼光真不错，竟然找到了依依这么很好的小姑娘。我本来还打算给我儿子介绍一下呢。我单身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找到了喜欢的人，您可不能挖我的墙角哦。臭小子，那你可得对依依好点哦，不然我可饶不了你。当然，我会一辈子对乔伊好的。
哥，你看，厉隐白手里拿的是不是戒指盒？是啊，难道他想在今天跟乔伊求婚？乔伊这个贱人，运气还真好。哥，之前让你找到乔伊的黑幕，你找的怎么样了？放心，已经准备好，我这就去。这里有乔伊进乔家之后，你搞的所有小动作，非常好。只要一会儿厉隐白对他求婚，我们就当众揭穿他的真面目，让他再无翻身之日。乔叔叔，一会儿认亲宴流程开始前，能不能给我10分钟的时间？虽然我们两家是联姻，但我想当着众多亲友的面给乔伊一个求婚仪式。好，还是你想的周到，叔叔这就安排。那就拜托你了。诸位亲朋好友，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到小女的认亲宴。在认亲宴开始前，我有2件事情要宣布。第一件事是我的小女儿乔伊从今天起将正式担任乔氏集团商务经理一职。好，恭喜依依。这第2件事就交给厉氏集团太子爷厉隐白来宣布，大家欢迎隐白。乔伊准备接受从天堂坠入地狱。乔伊，虽然我们两家是联姻关系，但其实我对你是一见钟情。一见钟情？对，第一次见你时，你像个张牙舞爪的小狐狸，一下子就撞进了我的心里。从那时起，我就认定了你，想要一直守护你。所以，乔伊女士，你愿意嫁给我吗？不，他不愿意，他的一切都是装的。这乔伊还真的是处心积虑啊！是啊，这也太可怕了，怎么会有这么坏的人？他说的都是真的吗？是，对不起，厉隐白，我确实利用了你，但我……那你有这么利用过别人吗？当然没有。那你答应我，以后只能利用我一个人。什么？这还是我们认识的南城太子爷吗？太不可思议了！乔伊，你愿意接受我的求婚，成为我厉隐白的未婚妻吗？我愿意。因为在一次次试探和利用中，我发现自己已经喜欢上了你，所以我愿意。怎么会这样？乔伊抢走了爸爸的宠爱，抢走了我乔千金的身份，现在又彻底抢走了我的联姻对象，我与他势不两立。需不需要我来帮忙收拾乔生和乔宁？不用，这2个人我要亲自来收拾。姐姐，你怎么这副表情？我要订婚了，你难道不替我感到开心吗？乔伊，你别在这阴阳怪气！哥哥这是说的什么话？姐姐有那么多人护着，虽然姐姐的亲哥哥因为意图猥亵我被送进了监狱，你住口！不许再说了！就连我的亲哥哥都一门心思的护着你，为了帮你抢到隐白哥，还不惜找南城最有名的纨绔来骚扰我。天哪，怎么会有这么糊涂的人？明明贾千金的妈妈故意偷换了孩子，让真千金白受了20年罪，乔胜怎么还会帮贾千金啊？你们都给我住嘴！明明是我的妹妹，才不是什么贾千金。
我不许你们这么说，该住嘴的人是你。从今天起，你跟乔音一样，去集团打工，自己赚钱。我不会再供你们花1分钱。对了，你们2个人名下加起来那9%的股份，我也要收回来。爸，凭什么收回我们的股份？就凭你们亏欠依依的太多了。这9%的股份，我要全都补偿给他。乔伊，你这个贱人，你别得意的太早，我不会放过你的。放心吧，宁宁，我有办法。很快，我就让他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乔经理，签约时间定在明天9点，温总会带人过来进行正式的项目签约仪式。好，我知道了。还有什么事吗？会议室已经布置好了，董事长说您跟温总比较熟，让您去看看布置的合不合温总的心意。好，我这就去。成了。怎么样？拿到了吗？拿到了。没人看见你吧？没有，您放心。谢谢乔经理。温阿姨，爸，这是签约合同。你说什么？数据库代码泄露？对手公司抢先一步发布了最新版，怎么会这样？乔伊，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啊，温阿姨，您稍等，我去查一下，马上给您一个满意的回复。怎么闯了祸就想跑啊？这可是我们乔氏今年最重要的项目，你必须交代清楚。就是妹妹，最机密的数据只有你一个人能接触到，这数据库的代码该不会被泄露了？温阿姨，我可以看一下对手公司发布的最新版数据库吗？可以，不过这件事情事关重大，如果真的是有人故意泄露，那我们温氏一定会进行追责的。您放心，如果查到有内奸，那我们乔氏也绝不姑息。妹妹该不会是不敢面对结果，故意在这儿玩缓兵之计？真是，这山沟里来的就是目光短浅，为了商务经理的职位又争又抢，结果呢，竟然给公司捅了这么大个篓子。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哥哥姐姐确定不是先解决问题，而是在这儿搞窝里斗？你，妹妹。转移话题也没有用，你泄露了核心代码，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就是，别仗着温阿姨喜欢你，就在这恃宠而骄。乔伊，虽然阿姨很喜欢你，但是这件事情事关重大，如果不能妥善解决，阿姨跟董事会也不好交代。温阿姨，您放心，我不会让您为难的。我等的人就要到了，真相马上揭晓。乔伊，今天上午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人去你的办公室？没有。那妹妹这是变相承认事情是你做的了？姐姐先别急着给我扣帽子啊！虽然没有外人进过我的办公室，但我们商务部里还是有人进去过的，而且很不巧，我但电脑有桌面监控。什么？桌面监控？对，就在昨天下午6点，有一个名为 Kevin 的 U 盘拷走了我电脑桌面上名为项目核心代码的文件。这是桌面监控的截图。这一个 U 盘名能说明什么？这世界上叫 Kevin 的人多了去了，是吗？可公司有可能接触到我电脑的 Kevin 只有一个，这个人就是我们的哥哥乔胜。你胡说八道！我从昨天到现在根本就没有进过你的办公室。就是，你少在这儿血口喷人！你们这么着急干什么？
我也没说是哥哥进去的呀，而且进办公室的人我已经找到了。你猜的没错，他果然是那个。我们去的时候，他刚取出大量现金要去外地。他是谁？温阿姨，这是我的哥哥留给我的助理。昨天下午就是他告诉我，爸爸让我去检查会议室的布置情况，然后趁机拷走了我桌面上的文件。小李，是你说为什么要偷公司的机密文件？乔总饶命，我也是被逼的。那你说是谁指使的你？是大少爷。逆子，竟然是你！爸，我没有。据我调查，昨天哥哥的账上确实是有一笔50万的支出。还有，我查了楼道监控，昨天下午5点左右，哥哥姐姐和李助理3人是先后进入楼梯间的。好一出贼喊捉贼！乔少爷泄露公司机密来盗我，冤枉我的未婚妻，当我另一白虎相残。我那是跟他开玩笑的。你是乔伊的未婚夫，也就是我妹夫，一家人，我们都是一家人，一家人。开玩笑，那是我们温氏的重点项目，结果你们家大少爷竟然把我的项目当成儿戏，简直荒唐！温总，您放心，这件事儿我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交代。交代就不必了，50个亿的赔偿金，乔总准备好就行了。温阿姨，等一下。温阿姨，我们乔氏可能不用准备赔偿金了。什么？此话怎讲？李毅，不要胡闹！你温阿姨是喜欢你，但这件事是我们乔氏集团有错在先，就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别难为你温阿姨了，以前的事儿，爸爸来想办法。爸，我没有胡闹，这次合作事关乔氏未来的发展，所以我一直十分谨慎。最终版的核心代码文件都存在我自己的手机上，电脑桌面上的是没有任何参考价值的最初版。也就是说，对手公司拿到的是我们早就抛弃的最初版，最终版的核心代码没有被泄露。对，太好了！妹妹，你怎么到现在才说啊？兜这么大个圈子，难道就是为了害哥哥吗？乔伊，你敢故意设置圈套玩我？这个贱人，我打死你！等我另一白定的地，找死！乔总，恕我直言，您把乔伊培养的真不错，有勇有谋，堪当大用。但是其余2个就……您说的是，我对这2个蠢货也已经彻底失去信心了，是时候好好清理一下文户了。王律师，进来吧。那我们先告辞。乔叔叔，告辞。通过最近发生的事，我调整了一下乔家对你们3个人的安排。乔宁，以前你是我最疼爱的人，可依依回来后，你只会争风吃醋，甚至还栽赃陷害，太让我失望了。给你500万，你走吧，乔家容不下你。不要啊！爸，你不要赶我走。乔胜，你是乔家唯一的儿子，我曾经对你寄予厚望，可你自私鲁莽，为了一己私欲，竟然置公司于不顾，难堪大用。从今天起，将你从集团开除，以后只拿家族信托基金。怎么会这样？乔伊，你是在我身边时间最短的孩子，但是只有你更像年轻时候的我，聪明果敢，但也最知道孰轻孰重。今天的事儿，你是不是早有预感？对，我确实早就料到他们会在这件事上对我下手。爸爸很欣慰你没有把家族利益当复仇工具，这一点非常符合一个继承人的要求。爸爸，您是说想选我当家族继承人？没错，你们3个人里只有你最适合。什么？我不同意！这件事没有商量的余地。王律师，记下来了吗？记好了。通知下去，
明天召开董事会，我要亲自宣布乔伊的任命。乔伊，我不会放过你的！想抢我的继承人，做梦！哟，醒了？这是程家，你们为什么把我绑到这儿？当然是因为你本来就属于这儿啊！你说你在这个破房子里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回乔家？为什么要跟我们抢？为什么？我本来就是乔家的亲生女儿，是乔宁抢了我20年人生，你该责怪的人是乔宁才对，你放开我！放开！现在我们什么都不懂，你以为你还能好好的去参加股东大会，成为乔氏的继承人吗？做梦！那你想干什么？当然是让你死！乔伊，哥，你怎么样？乔伊，你没事吧？我没事儿，有事儿的是他们。坏了，崩了！什么崩了？我乖巧可怜的人设崩了。你呀，真拿你没办法。这两人你打算怎么办？报警，送警察局。好。依依，你终于来了，快，董事会马上开始了。爸，各位叔叔好。这是小女乔伊，在与温氏的合作中，她用超强的工作能力帮公司避免了巨额损失。我决定正式将乔伊任命为继承人，请大家举手表决，同意乔伊成为继承人的，请举手。好，既然大家都同意，那我宣布。慢着，我反对。舒媛，干什么？我干什么？你该问问他干了什么。乔伊，你已经得到了你想要的一切，为什么还要赶尽杀绝？为什么要把你哥哥姐姐全送进警察局？在我赶来参加股东大会前，我的哥哥乔胜伙同乔宁将我迷晕，绑架到了程家的出租屋里。什么？绑架？对，在乔宁的怂恿下，哥哥为了让我错过股东大会，竟然要用棍子打死我。幸亏尹白哥及时赶到，救了我。对，没错。我实在太害怕了，怕哥哥姐姐在报复我，所以就一时激动报了警。他们毕竟是你的哥哥姐姐，这是家事，你怎么能报警呢？妈，不报警，我指望谁给我主持公道？您吗？我不管，你现在就去警察局把你哥哥姐姐放出来，不然我是乔氏第2大股东，我是不可能同意你当继承人的。妈，我才是您的亲生女儿。您知道我被绑架了，有问过我有没有受伤吗？没有，因为你的心里只有养女乔宁。舒媛，等开完董事会，我们再处理那2个孽障的事儿。依依，你别生你妈妈的气，爸爸这就让他给你投同意的票。不必了，爸，就算没有妈妈这一票，我照样能当乔氏的继承人，因为以前收到的所有补偿，我都购买了集团的散股，现在我才是乔氏最大的股东。罢了，舒媛，集团的未来也确实该交给年轻人了。依依，放手去干，爸爸相信你。谢谢爸爸。恭喜你啊，小狐狸！不，应该是乔董事长。乔伊，等一下，阿姨有礼物要送给你。之前这个臭小子求婚时，阿姨正在国外，没能给你一个盛大的求婚仪式，是厉家怠慢了你。现在阿姨正式将厉氏集团5%的股份作为聘礼送给你。不行，阿姨，
这太贵重了。最贵重的东西才配得上我儿子心尖上的人呢。乔总，恭喜您完成商业并购，让乔氏集团的商业价值又上了一个台阶。谢谢。您作为乔氏集团第一位女总裁，又手握厉氏集团5%的股份，已俨然成为南城第一位站在金字塔尖的女性。请问您这一路走来有什么感想呢？每次遇到困难，我就会问自己：退一步就会海阔天空吗？不，退一步只会越想越气。强者从不抱怨环境，而是寸土必争。毕竟我是真千金，不是软柿子。说得非常好。那您有什么想对观众朋友们说的吗？深陷困境的朋友，希望你勇敢地站起来，属于自己的东西，又争又抢，才能获得话语权。说得好！小狐狸，装睡的本事见长啊！谁说我装了？我是被某个人的目光盯醒的。那你要怎么罚我？罚你今天陪我去见一个人。谁？乔宁在看守所里要见我，他还能翻出什么烂话？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再说了，我现在可是乔氏掌门人，什么风浪没见过。行，我陪你去，但先说好，不许心软。心软？我乔伊的字典里没这2个字。姐姐，你来了。别叫姐姐，我不是你姐姐。有什么事儿说。我知道错了，真的知道错了。你能不能跟爸妈说说，让我出去？我什么都愿意干，我给你当牛做马，只要别让我待在这里。我会考虑。姐姐，求你了，我不要在这里，我不要！走。心软了？不是心软，我在想，让他出来比关着他更有价值。怎么说？乔宁背后还有一个人没浮出来，当年帮他伪造亲子鉴定的那个中间人。谁的？华腾集团的孙总，听说他跟当年帮你查乔宁身世的那个私家侦探有来往。你是说，那个中间人可能跟孙总有关系？所以，这顿饭得吃。乔总年轻有为，厉总也是人中龙凤，二位能赏脸，孙某三生有幸啊。孙总客气了，听说孙总最近在城南拿了一块地，恭喜恭喜。那块地可是块肥肉，多少人抢破头，最后还不是被我拿下了。孙总人脉广，路子野，我们比不了。嗨，这年头做生意哪能没几个朋友？乔总，听说你之前在乔家吃了不少苦。吃苦是福，孙总的朋友圈里是不是也有帮人解决麻烦的朋友？乔总这话我怎么听不懂？孙总，明人不说暗话，当年帮乔宁伪造亲子鉴定的人跟你有生意往来，我不为难你，我只要他的名字。乔总，你虽然是乔氏掌门人，但在我面前还是嫩了点，有些事儿知道的太多不好。孙总，你是不是忘了一件事？什么事？乔伊是我的女人，你动她一根头发，我让你在华国待不下去。孙总，我给你3天时间，到时候我要么收到名字，要么收到你竞争对手的合同，你自己选。刚才在包厢里，你怕不怕？怕什么？有你在我身边，我什么都不怕。小狐狸，你真是越来越会撩了。跟你学的。我可没教你这么胆大包天。那是我天赋异禀。
上车。你来接我？不想上，那我走了。上！妹妹，我们去哪儿？先别叫我妹妹，我问你，当年帮你做亲子鉴定的那个人，你还有联系吗？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回答我的问题。我只有他的电话，但我出来后打过，已经打不通了。他叫什么？我只知道他叫文哥，做假证件的。他长什么样？在哪儿见过面？40多岁，瘦高个儿，右眼角有颗痣，见面都在城南的一个茶楼。行，你现在住哪儿？我没钱了，能先住？不行，我给你租了个公寓，每个月给你1万生活费，条件是你要配合我调出文哥。你要我做什么？给他发消息，就说你想再办一份新的身份证，约他在老地方见面。他不会害我吧？害你？他现在巴不得找你这样的老客户。放心吧，我们会派人跟着。好，我做。乔大小姐，好久不见啊！听说你进去了。文哥，我想办个新的身份证，换个身份重新开始。可以，但价钱得翻倍，20万。行，我凑一凑。 3天后，老地方带现金。别动！警察！你们干什么？我做什么了？涉嫌伪造文件，带走。文哥，别装了，我们查了你3年，你手下至少有3条假证产业链。说吧，谁给你供的货？警察同志，我一个人干的，没人供货。孙总，上次那批证件质量您还满意吗？不错，下次还有，直接找我秘书。孙总，华腾集团董事长，你跟他什么关系？我说了能减刑吗？那要看你说多少。没想到孙总竟然也牵扯进来，他可是华腾的董事长，在南昌树大根深。爸，再大的树根烂了也得倒。依依，你要动他，他可是你温阿姨的朋友。温阿姨的朋友，温阿姨要是知道他做的那些事，第一个饶不了他。我已经让人查了孙总的账目，他跟境外洗钱组织有往来，光是这一条就够他喝一壶了。可是，爸，我答应过你，乔氏会干干净净的做大，孙总这样的人留着就是祸害。你长大了，爸爸相信你。谢谢爸。时间差不多了，孙总该走。孙总，乔氏集团的乔总和厉氏集团的厉总来了，请，快请。乔总、厉总，什么风把您2位吹来了？孙总，3天时间到了，名字还是合同，你选好了吗？乔总，我这真不知道什么名字啊。文哥已经全都交代了，你和境外洗钱组织的网，我们也找。你们想怎么样？很简单，第一，华腾城南的那块地按市场价转让给乔氏；第二，你主动辞去董事长职务，从此退出商界。你们这是抢劫！你可以选择不答应，那我们就把这些证据交给经侦大队。够狠！孙总，我给过你机会，是你自己不珍惜。3天后，我希望看到签署好的转让协议。各位股东，各位同事，今天召集大家是要宣布3件事。第一，乔氏集团已完成对华腾集团城南地块的收购，这块地将用于建设南城最大的科技产业园，预计带动就业5000人。第二，乔氏集团将联合厉氏集团成立他力量创业基金，首期投入10亿元，专门扶持女性创业者。好，我第一个响应。第三件事由厉总来宣布。
我宣布，厉隐白正式将厉氏集团5%的股份转入乔一个人名下，同时，厉氏集团将与乔氏集团合并组建厉乔控股，由乔一担任 CEO。乔总，请问您作为南城首位站在金字塔尖的女性，有什么感想？我说过，我是真千金，不是软柿子。属于自己的东西，又争又抢，才能获得话语权。但更重要的是，有一个人始终站在我身后。我的荣幸。厉隐白，你说我们以后会怎样？以后，你继续做你的女总裁，我继续做你的小跟班。堂堂金圈太子爷，给人当小跟班？给你当一辈子小跟班，我心甘情愿。厉隐白，谢谢你。谢什么？谢谢你在我最狼狈的时候没有嫌弃我，谢谢你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站出来，谢谢你让我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无条件爱我的人。傻瓜，是你先闯进我生命里的。乔厉隐白，依依，你来了，来坐下。这是你刚出生时拍的照片，医院给拍的。妈那时候只看过你一眼，就一眼，然后你就被人抱走了。妈那时候大出血，昏迷了3天。等我醒来，他们说我女儿好好的就在婴儿房里。我信了，我一信就是20年。那20年，我把乔宁当成你，我把所有的爱都给了他。可真正的你，却在外面挨饿受冻，被人欺负。妈，依依，妈对不起你。你出生那天，妈就该保护你，可是妈没做到。等你终于回来了，妈却还让你受委屈。妈不是个好妈妈。妈，这不全是您的错，是养母故意调包，你也是被骗的。可妈不该在知道真相以后还偏心乔宁。你回来那天，妈应该抱住你的，跟你说欢迎回家的。可是妈没有。妈，以前我恨过您，恨您把属于我的爱都给了别人，但现在我不恨了。真的？真的，因为我知道您也是受害者，您被骗了20年，把别人的孩子当成了自己的，那种感觉一定也很痛苦。依依，妈的好女儿，妈以后一定好好补偿你。妈，您好好保重身体，就是对我最好的补偿。依依，你妈这几天都睡不好，就是惦记你。她总觉得当年要是没让那个护士抱走你，该多好。爸，我不怪你们了。这是爸的一点心意，以前亏欠你的，爸知道补不回来，但爸，这是乔氏集团5%的股权凭证，本来就该是你的，拿着。怎么了？你妈又说什么了？她道歉了，说她当年大出血昏迷，醒来后被骗了20年。那你能接受吗？我以前觉得她是偏心，是不爱我，但现在我才明白，她也是被骗的人。她把乔宁当成了我，把对女儿的爱都给了她。等真相揭开，她发现自己爱了20年的人不是自己的女儿，那种感觉应该比我更痛苦。小狐狸，你长大了。我一直很大，好吗？是，你最大。厉隐白，谢谢你一直在我身边。傻瓜，我会一直在。乔总，外面有位乔宁小姐说要见你。让她进来吧。乔总，坐吧。工作怎么样？挺好的，在一家小公司做行政，工资不高，但够生活。那就好。找我什么事？这是我写的一封信，算是道歉信，也算是告别信。告别？我打算离开南城，回老家开个小店，重新开始。信我收下，但有几句话我想对你说。乔宁，你以前做的事我不会忘，也没办法说我原谅你，但我希望你以后能好好做人，别再害别人，也别再害自己。我知道了，谢谢你，乔伊。我以前恨你，觉得是你抢走了我的一切，后来我才明白，我从来就没有真正拥有过那些东西，那些本来就是你的，对不起。
刚才看到乔宁了，他来找你，来告别的。你心里什么感觉？说不复杂是假的，毕竟我们曾经以姐妹相称过，但现在我觉得放下了。那就好。厉隐白，你说人是不是一定要经历痛苦才能长大？不一定，但经历过痛苦还能站起来的人更值得尊重。你这是夸我？当然。乔总，我这次来是想跟您谈谈城南产业园的合作。我们华商集团愿意出双倍价格收购您手里那块地。不卖。乔总，双倍价格，那可是上百亿的利润。张总，那块地是用来建科技产业园的，不是用来倒卖的。您要是想合作，可以谈入驻条件；想买地，没门儿。乔总，您这是不给面子。我张某人在这南城还没被谁这么拒绝过。张总，面子是自己挣的，不是别人给的。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城南产业园1寸地都不会卖。乔一，你别太狂了！你以为你攀上了厉家就能在南城横着走？张总，我太太说了不卖就是不卖。您要是听不懂人话，我不介意换个方式跟您沟通。厉总，误会，我就是开个玩笑。那我们先走了，改天再聊。一叶，这个张总不是什么善茬，他背后有势力。爸，有势力的人多了，但能赢的人只有一个，那个人是我。说得好，一叶，我全力支持你。你打算怎么对付张总？他已经上钩了。什么意思？他越想要城南那块地，说明那块地的价值远超我们的估价。我已经让人查过了，城南地下有稀有矿藏，他根本不是想搞产业园，是想挖矿。真的？真的。而且我已经把勘探报告提交给了国土资源局。张总再闹下去，等着他的不是地，是牢饭。小狐狸，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精明？我一直这么精明，只是以前没机会展示。这是……乔伊，上一次求婚太仓促，这次我想给你一个正式的，嫁给我，让我用一生来爱你，保护你。你什么时候准备的？从遇见你的第一天起。我答应你。太好了，这小子总算没让我们失望。依依，你可是南城最幸福的女人了。各位媒体朋友，今天我代表立桥控股宣布3件事：第一，城南产业园已获批成为国家级科技创新示范区；第二，立桥控股将与温氏集团、乔氏集团共同发起100亿科创基金，扶持南城中小科技企业；第三，我个人将捐出5%的股权收益，成立真千金助学基金，帮助那些像曾经的我一样身处困境但渴望读书的女孩。曹总，请问您为什么给基金取名真千金？因为我想告诉每一个女孩，你不是任何人的替代品，你是独一无二的真千金。看什么呢？你看新闻标题：南城最年轻女总裁乔伊，我不是软柿子。这个记者还挺会写。你本来就不是软柿子，你是榴莲。为什么是榴莲？因为外壳硬，内心软，而且你变坏了。跟你学的。厉隐白，你说我们以后会怎样？以后你继续做你的女总裁，我继续做你的保镖。堂堂金圈太子爷给人当保镖？给你当一辈子保镖，我心甘情愿。妈妈，你看花花开了，真棒！依依最厉害了。妈妈，我长大了也要当女总裁。你妈妈是女总裁，你以后想当什么都可以。我要当比妈妈还厉害的女总裁。好，妈妈教你。教我什么？教你属于自己的东西，
又争又抢。又争又抢。你们娘俩，我是不是给自己找了2个麻烦？晚了，退货概不接受。